白粉病是草莓常见的真菌性病害之一。白粉病发病的温度区间大概是在15度到25度。预防白粉病主要是给草莓提供一个通风透光的环境。治疗白粉病可以用露纳森、健达等。用法参照说明书。以上就是关于白粉病的预防、治疗的言简意赅的方法。讲到这里，嫌啰嗦的、不同意说法的、不想看这张老脸的，可以出门左转，把门带上。好啦，留下来的人，咱们就啰嗦的唠一会儿。因为我总觉得简单的说那1分钟几十秒，那就跟读书本一样照本宣科，谁从某度上，从各个平台上都能搜那么一大堆。可是为什么还是很多朋友的草莓不停的在得和不知道怎么治呢？所以我觉得在种草莓上一定要有个耐心的态度和不厌其烦的听我啰嗦。所以跟留下来的朋友，咱们来分享白粉病的预防和治疗。白粉病易爆发的温度确实是在15度到25度，刚好是最适合草莓生长的一个温度。低于5度或者是高于30度基本上不爆发。湿度呢，比如说高于80%或者是低于30-40%，这个时候白粉病也不容易爆发。现在一段时间是白粉病相对高爆发的一个阶段，很多的朋友私信我让讲讲白粉病。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白粉病。白粉病在发病的初期，花瓣会变成粉红色或者是红颜色，草莓的叶片会形成一个上卷呈勺子形。白粉病发病的时候是会出现在草莓地上部分几乎所有的地方，包括草莓的叶柄、叶片、花柄、花还有果实。初发的时候是有白色的粉状物，到慢慢的越积越多，就像一个白毛毛或者是白蒙蒙的一片。因为我现在的手头也没有白粉病的病例给大家看，在2020年的12月份左右，我发过一个白粉病的视频，那是我在室内养的视频。咱们接下来主要分析的就是白粉病的病因和预防治疗的方法。白粉病最适合的温度是在15度到25度，可是在25度、20度的时候都没有得，为什么现在得了？大家仔细想一想，现在主要是什么时候？现在主要的是在冬天，天气比较冷，很多的朋友把草莓放在了室内来养。咱们仔细琢磨琢磨，是不是白粉病都是在室内种植草莓得病的几率比较大呢？这一点就是一直说的种草莓，特别是室内种草莓，我们一定要给草莓通风和透光。通风和透光这2点都是可以有效避免白粉病的成因。所以说在室外就算20度、25度也很少得白粉病，但是在室内就容易得白粉病。这就是因为我们在冬天的室内很少的去开窗透气，导致了空气不流通，白粉的病菌孢子越聚越多，形成了我们肉眼可见的白粉并发。我们想预防白粉病，就是要给我们的草莓经常的通风透光。另外一点，要让草莓植株健壮，就像人一样，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不容易被感染上各种疾病。为什么没有像炭疽病那样跟大家来说用打药预防？因为在这个时候，大多数的朋友的草莓都已经开花结果了。一旦得了白粉病，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大多数自己在家种草莓的朋友都想，我真的是种草莓想自己吃，自己种草莓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远离农药和化肥。可是现在得了白粉病怎么办呢？物理的有很多其他的偏方啊，比如说用洗洁精或者洗衣粉混上小苏打来喷，这个效果有吧，但是不是很明显。如果真是得了白粉病，我的建议是把得白粉病的花果叶子剪掉，千万不要抖动，因为在抖的时候还会把白粉病的病菌孢子散落在其他没有得病的草莓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轻拿轻放，把它们扔得远远的。我们看不见得病的和没有得病的草莓就最好用药了。因为有些你觉得没得白粉病的草莓，但是你周围有肉眼不可见的白粉病的病菌孢子，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要做一遍消杀的。我们用什么药呢？传统的治疗真菌的药我讲过，有吡唑、迷菌酯、
多菌灵，有百菌清。当然有比较好的，这些都可以。但是因为现在很多病菌呢，它已经对药产生了抗性，我们最好用复配的药，比如说健达，又比如说露纳森。健达是什么呢？健达是吡唑迷菌酯和氟唑菌酰胺的复配，简称为吡唑菌酰胺。露纳森是什么？露纳森是氟吡菌酰胺加乌菌酯的复配，它们简称为氟菌乌菌酯。哎呀，记这些药物的名字真的是挺累的。那么咱们就记那几个简单的：多菌灵、吡唑迷菌酯、百菌清，或者是复配的健达、露纳森。这些在大多数情况都是可以制药白粉的。我们把药买回来使用的时候，按照说明书的比例来配比，可以稍微浓度加一点点。你看，用药和用肥料使用的方法是相反的，肥料是比说明书的浓度稍微稀释一点，而药是比说明书要求的比例要浓度高一些。这个目的是我们既然去杀这个病菌了，我们就要一次把它们给灭掉，不留后患。喷就要喷在草莓的地上部分的所有位置，叶片、正面、背面、叶柄360度，不留死角，喷湿、喷透，喷到淋水为止。这样的话，白粉病的病菌才会被彻底的消灭。有的朋友说，哎呀，飞宇老师，我的这个草莓真的是辛辛苦苦的好不容易结果了，得了白粉病，能不能吃呀？这个心情呢，我是表示理解的。布满了所有的真菌病害，你还想吃它？千万不要这样。我们早点把白粉病给治好，早点让草莓恢复它的长势，才能更早的再去开花和结果。总结一下，对白粉病，我们先从环境上去克服白粉病，通风透光，温湿度保证好。另外一个，让草莓有一个健康茁壮的长势。在草莓得了白粉病之后，我们一定要抓紧治疗，控制好白粉病。关于白粉病，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草莓，如果你喜欢种草莓，请关注跟草莓死磕到底的手艺人飞宇。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2022年的第一场雪，瑞雪兆丰年，我的棚子也是第一次经受，这算是大雪了。不知道今天的雪会下多大，咱们明天看看雪会是什么样子。